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诗新语。今天介绍一个韩国的网友在 YouTube 上展示自己 LK99 复现的案例。之前讲过的视频里边不少韩国媒体都在抱怨，说中国人好像比韩国人对 LK99 更有热情，很多韩国大学都跟清华大学似的，懒得做这个复现实验，那更不要说个人了。而在大陆很多大学都在进行理论和实际的合成，这个很多呀。大概除了比李时培和金智勋在过去的实验次数少之外，中国的合成次数可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而其中呢，个人合成的也不少。这个个人包括在单位自己并不是做超导研究的，而是做材料或者化学研究的朋友也加入其中。在过去我们介绍过抖音和哔哩哔哩上很多这样的实验过程。今天我们看看这个频道，它叫海新明研究所，一介自知的海新明研究所，你没听错就是汉语发音。我看了一下他的视频，挺好真人出镜，看起来呢像是一个搞黄金冶炼、采金的。这可是真正的冶金金子呀，还挺有生活情趣的这个保龄球打得不错，看看。哦，我们看他做实验的样品，看这个视频，开始也是放在磁铁上，找跳动的这个小样品。这小样品呢就在永磁体上不停的翻滚，摁下去，它就弹起来。极性还是很强的。我们看看这个通电的实验。那这个实验里的时候当电线碰到磁铁的时候呢，相当于短路，可以看到有轻微的火花，看到了吧？所以这个实验的电流不会太微小。那在一般情况下，你说这个金属环路通电的时候出现打火，这个电流那当然有很多因素了，让环路的大小形状、材料、温度是吧？很难说一个确切的电流答案。但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电流达到几个安培的时候，肯定会有打火是吧？你起码可能得有1安培的这个电流。可以看到这个样品通电后，这个反应更激烈了是吧？这是你说是铁磁性还是抗磁性导致的？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很难判断。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悬浮通电的这个实验。为了看清楚我们做了一个画中画可以放得更大一点，看一下。这个悬浮通电实验类似于全教授发布会上的那个悬挂实验，所以这位韩国网友的实验水平还是很高的。国内大多数复现没有这么大一块表现出明显的铁磁性或者抗磁性的样品。这个实验很经典，把样品通电挂起来，这个在国内所有的实验中都没有人完成，所以韩国的这位爱好者超越了很多机构的这个合成能力。当一个永磁体你靠近一个悬挂的电磁体装置的时候，悬挂的电磁体既没有被吸引到这个永磁体上，也没有被永磁体推开，而是表现出一种震颤的状态。我们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种现象是由于这个永磁体和电体之间的这个相互吸引力它肯定是不断变化的，是吧？导致这个电磁体在空间中不断的移动或者振动。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恩绍定理或者磁通定差来解释这个现象，好像也都说得过去。这恩绍定理是指任何一组静态的电荷或者磁核都无法在稳定的平衡位置上保持平衡。因此当这个永磁体靠近这个悬挂的电磁体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不断变化，导致这个电磁体呢在空间中也不断的移动和振动。
恩绍定理啊，它是一个在量子力学没有出现之前的物理定理啊。当时英国的数学家叫塞缪尔·恩绍啊，在1842年证明了这个定理。它适用于经典的反比平方力，就是比如说电场或者引力以及这个永磁体的这个磁力。如果永磁体是一个硬磁体啊，也就是磁体的强度不随外部磁场变化，那单一稳定磁场它是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力学结构。具体来说呀，就对于一个只有电磁力或者重力作用的物体，我们不能设定一个稳定的平衡点，让物体呢在这静止不动。在2维或者3维空间中啊，无论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物体呢都会倾向于偏离这个平衡位置。那在这个实验中啊，并不是样品悬浮在永磁体上，而是在侧面。那侧面呢，恩绍定理啊和磁通丁扎也都可能发生，只要样品的重量小，而且可以忽略重力，是吧？或者呢悬挂的这个力平衡重力，是吧？另外啊，这个距离是不是发生了磁通丁扎呢？那么2类超导体中啊，由于晶体缺陷和磁通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呢，它能阻止这个磁通线的自由移动，这个就叫做磁通丁扎。当这个通电样品靠近这个大磁铁的时候呢，样品呢，比如说如果表现出超导特性来，那就发生了磁通丁扎，它就被钉在那儿了。而震颤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样品不纯，是吧？比如说一面呢是抗磁性材料，一面是顺磁性材料，那在永磁体这个磁场中呢，就表现出一种震颤的状态啊。当然啊，这些都是我的猜想啊，到底是不是磁通丁扎，还需要做这个材料的这个成分研究、电阻力的测试啊等等。但从这个视频上来看啊，样品的电阻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样品啊，和早期李世培他们展示的样品的颜色也比较一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韩国网友的合成样品啊，非常接近 LK99想变成的那个样子，里边肯定是有超导项。我个人认为啊，这可能是 LK99复现中最成功的案例。哎呀，难道确实是韩国人最了解韩国人吗？好的，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韩国网友海信명연구소他的精彩实验，希望他能继续加油啊！这个账号啊，我这个账号呢没有登录，所以我自己的账号呢已经关注这个网友了。我看他视频的时候啊，他还不到900个关注，那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了啊！估计这位网友都有点傻眼，是吧？这么多人关注 LK99 吗？不是说已经凉了吗？希望大家呢多给他关注，增加他的信心，成为首挫 LK99 成功的业余玩家。好的，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